你好，我是爱分享的 Sharon。我在群里面经常会留意到小伙伴们动向，有些人会说：“哎呀，我最近跟某某大师学了，然后我可以在冥想的状态中看到光，看到一些形象，我是不是开悟了？”那也有的小伙伴会说：“啊，开悟离我太遥远了，那是一条漫漫的求索路，我不指望这辈子会开悟。”那我今天就想分享当代著名的灵性大师 Eckhart Tolle 的一个最新的视频，他分享了一个点，就是开悟的第一步。我想把它分享出来，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在灵性成长的路上是否已经摸到了觉醒的门。好，请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今天大师分享的标题叫做倾听你头脑中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倾听过你的声音。我在读 Eckhart Tolle 当下力量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头脑中的声音。我至今清晰的记得他在书中的那个描述的场景。我想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我们在路上会看到有些人嘴里嘟嘟囔囔，像是自言自语，然后又是挺愤怒挺生气，然后我们碰到这种人的时候就会觉得神经不大好，离他远点，不要惹着他。但 Eckhart Tolle 说，你知道吗，你我都跟他一样，我们也是在不停地重复头脑的念头，我们也时常在自言自语，大部分的时间被念头占领，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像他似的直接表现出来，被人看到可能都会被送进神经病医院。而我们是在头脑中不停地重复过去的场景，勾画的未来，编造的故事。如果你以前从未听过头脑中的声音，我建议你今天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你会被自己吓到的。就比如中午吃饭，你观察你自己脑袋里面的想法，很可能是：咦，小 A 今天的裙子好漂亮哦。 B， 小 B 小 C 怎么坐一起了。D， 领导脸上今天有不悦啊。E， 今天的饭怎么这么好，肯定有领导在视察吧。你看看你头脑所有的念头都是在不停的比较分析，然后做出一个你下一步行动的明确的指令。想首次接触这个概念的朋友可能有些不解，会觉得不对呀，我们这个逻辑思维，我们这个建立分析判断能力不是在整个的成长学习中要加强要巩固要培养的吗？怎么现在又把它当成坏事呢？这里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不能把你的意识等同于你的思维。通俗的说，就是我们不等于我们的大脑，我们不能等同于我们的念头。这个思维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相比较意识来说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了我们的全部。也就是说，本来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现在却被它用起来了。也就是它指挥我们，它需要大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它把我们牢牢地困在了过去和未来。而人，你最需要追求的是当下，但是你却被念头捆绑在过去的不幸、过去的痛苦中，或者是被念头束缚在它投射的未来的焦虑和不安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忽略了当下的力量，我们忽略了那个唯一可以带给我们觉醒、带给我们力量的此时此刻。Eckhart Tolle分析说，我们大部分的不快乐、不幸福、焦虑、担忧都来自于头脑的活动。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对话？有时候你会跟自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不幸。有的时候你也会跟自己说，你怎么这么傻，你看你又变成了第二人称。有时候你又会在说，人脑子在想什么呢，怎么每天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搅在这个头脑的念头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体无法判断是此时此刻的生活情境，还是我的念头产生的这些想法，因为它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一个觉醒，没有一个意识的话，你就会被它带着跑到了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不幸的爱情、不幸的家庭，或者是跑到了未来完不成的工作、孩子的上学、
这个孩子的结婚等等等等。我在这里想跟今天第一次听说过头脑的念头、头脑的声音的朋友说一句，或许你可能觉得，哎，我这一辈子被诅咒了，我的生活永远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我想跟你说，你在今天看了这个视频以后，你就可以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因为你会发现原来就这么简单。我就是因为听了我头脑里面的那个声音，今天我要远离它，我要打破枷锁，逃离它的束缚。阿克托利分享说，开悟的第一步就是倾听你头脑的声音，也就是说，当你开始观察你的思维、你的念头，也就开始将你从头脑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你也就开始踏上了灵性觉醒之路。我个人觉得阿克托利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他揭示了人类痛苦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头脑思维。本身的大脑思维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被它左右，被它控制，我们成为了思维的奴隶。从睁开眼那一刻，就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一波又一波的被你的思维、你的想法、你的情绪控制着。所以我们就被五官和念头锁定在小小的关于我的世界里面，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那个念头之外的声音和那个更广袤的关于我的世界。这个有点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很少你会注意到后面的屏幕，你被前面的故事情节一幕幕的追着，只有当电影和电影之间停留的空隙，你才能注意到后面还有一个大幕，而实际上没有那个大幕，那后面的电影是无法放映的，那个电影只是投影仪投射上的幻象而已。所以我会建议我自己和大家都去做一个倾听者，去倾听你头脑中的声音。也就是说，当那台老的录音机又开始播放的时候，去做一个观察者。所谓观察者的意思就是，当旧的念头又升起的时候，我不做评判，不下定义，不给它贴标签，不去跟它产生关系。因为你知道，一旦你又去分析，你就被它牵走了。这一次你要做自己的主人，你就观察它，静静地观察它。当你带着这种觉知去观察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念头，一个观察者，一个思维，一个临在，一种新的意识就油然升起，它超越了原有的思维。听过有些朋友在说，当下的力量有些晦涩难懂，也有的朋友会说，觉醒觉悟跟我离得太远，我只想好好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实现财富自由。想说，无论是你通过吸引力法则或者其他的成功学法则，在追求财富的自由，早早晚晚你会回到意识觉醒的路上。否则的话，我们永远被小我、被局限的思维控制着，你无法实现真正的喜悦和平和。如果你愿意跟我一样，开始学习做一个观察者，摆脱思维的束缚，随时随地把自己拉回到当下，请举个手，我们一起携手并进。好，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